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场有着极大的关注度，并且留下了影像记录的传武大师之间的决斗，发生在1994年的葡萄牙政府统治下的澳门。这场比赛在1954年1月17日举行，交战双方是来自北京的太极拳大师吴公仪和广东人白鹤拳大师陈克夫，两位在当时都是十分知名的人物。这场比赛引来了许多社会名流，比赛当天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当时的葡萄牙总督也来到了现场，比赛也是由总督夫人来剪彩。吴公仪是吴家太极拳宗师吴健全的长子，吴氏太极拳代表人物之一。尽管没有人知道他的实战水平到底是怎么样，但凭借着像社会关系还有人情世故之类的那些中华传统，他还是少年得志，担任了黄埔军校的军队教官。据说他还打败过俄国大力士。当然，打赢俄国大力士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在近代中国，欧洲大力士可是天天被传武大师打，就像马赛人在非洲把杀狮子当成是成年仪式一样。也不知道是哪个俄国大力士这么倒霉，在中国到处跑，然后又到处被打。陈克夫的背景就相对弱了一点，据说曾经拿过拳击冠军，是白鹤拳的传人，没有记录说他打赢过欧洲大力士，或许是当时的欧洲大力士都已经被中国的大师给打跑了吧。比赛开始前又找来了一个太极大师表演神功，然后这里澳门赌王也上台进行了这一番的神操作、神表演，好，引起了现场热烈的气氛。比赛双方上台准备比赛，为了保护两位大师，这场比赛也设立了许多规定，比如不能插眼、踢裆等等，还奇葩的规定了不可以踢高出膝盖的踢腿，而且双方还签订了传说中的生死状。事后证明呢，这是多余的。以这个两个人的水平的状况下，在裸拳的情况下，只要是精神正常的人，就是绝对不会被打死的，只有可能是他们两个被打得累死。比赛开始，双方都采用了马保国的建议，以没有战架作为战架，双方没有行礼也没有碰拳，双方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你看我，我看你的，就干起来了，跟高中生在学校里面约架一模一样。吴宗仪以及后手直拳直攻对方命门，而陈克夫也和广大传武大师一样，用脸接下了这一拳，先后撤了2步以后，上前来了一次连续7次的左右直拳，可以看得出陈克夫有着不错的手脚协调性，这一对连续组合还是打得很不错的，虽然好像只打中3拳。在打完组合拳后，陈克夫果断后撤，调整呼吸节奏，然后伸出手抵挡对方的进攻，然后在后撤之中忽然打出了一记后手大摆拳，但可惜出拳浮动太大，被对方后仰躲过。吴大师不甘示弱，上前猛攻，结果冲得太猛，挨了一记陈克夫的左手迎击摆拳，差点飞到了场外。这时比赛就停了一下。看起来是陈克夫之前被击中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所以想要暂停。吴宗仪也没有继续进攻，可能也是之前的进攻和被迎击让他呼吸节奏被完全打乱，所以呢，他也刚好需要调整一下。比赛继续，陈克夫踩着蝴蝶步一样的步伐游走，突然间发起了一记如来神拳，直朝对手天灵盖打去。其实头顶来打确实很痛，而且很容易被打晕，但凡是智商正常的人，却是基本上都不会被打中的。当然，结果也是真的就没打中。吴公仪大怒，对着他连续3个左右摆拳，3拳全部命中。陈克夫拼拳拼不过，转身潇洒离去。吴公仪穷追猛打，还踢了一脚。好的，录像到这里就没了，好像是吴公仪的鼻子受伤非常严重，需要暂停比赛，然后双方就各自坐在角落里面休息。这整一场比赛其实就只有这一幕是跟职业比赛是比较相似的。第一回合的比赛，陈克夫总共打中3记直拳和1记迎击摆拳，吴公仪命中4拳。相比起来，吴大师的4拳更加重，特别是开始时的这一记重拳，是迎着对方送过来的面门打上去的，非常的重。可惜他非常的缺乏实战经验，没有意识到要及时的冲上去补拳，步伐的移动也非常差。相比起来，陈克夫在技术上还是更胜一筹。随着铃声响起，双方看起来很不情愿的继续接下来的比赛，看来是没休息够这很像是拳馆里那些第一次打 hard sparring 的新手，吸收了上一次教训，陈克夫没有贸然靠近，继续利用步伐和对手进行周旋，然后呢打出了一个刺拳。哎呀，这个刺拳可真是屌爆了，真的是对着空气打出去的，也许呢也是他要再试探一下距离。好牛逼的来了，这个时候你们看一个右拳击负，但可惜他练得不到家，也不知道打直拳这种各种方法，他也不知道打直拳要上步和偏头结果呢又被一记右拳迎击，拼了几下王八拳，结果谁也没打中谁，然后他又开启了无双乱舞模式，上前一顿乱抡。好，这里看到他有一个上步左摆拳，好，非常漂亮。
然后他继续后撤，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继续启动风筝模式。好，这下厉害，只见他使出了一个 double jab， 然后又是一个 jab，3个4拳全都是在移动中进行的，而且越打越近。可惜最后一下都没有打到，最后一下都被拨开了。又点了一个大摆拳，但也是被他后仰躲闪了。看来吴公仪是真的有练过后仰躲闪。吴公仪大师全身紧绷，有点乱了神，对着空气抡了2个神拳。陈克夫在这里表现还是不错的，抓住了对方挥右拳时的重心，踢出了一记低扫密中。吴大师对着空气踢了一记又短又慢的足球踢。录像到这里就结束了，据说是因为陈克夫的这记踢腿高过了膝盖，所以被算成了犯规，比赛也就此结束。最后双方就在这种情况下达成了协议，停止了比赛。这场世纪大战不到2分钟就结束了，这2个人应该也是没有体力了。如果是在 MMA 的规则下，再打下去应该也是会无限的地面缠斗，到最后谁也打不死谁。比赛结果也是以和为贵，没人输没人赢的喜闻乐见的结局。这也是一场为火灾灾民募集资金的慈善比赛，目标也已经达成了。这么多的观众呢，大概会比较失望，但肯定也会有人跟观众说，这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你们这些观众呢是看不懂的。也不难想象，比赛后双方阵营都会说些什么树高莫用，不想用杀人计，否则后果严重，非死即残等传武界的经典语录。这场比赛吴公仪在比分上更占优势，有效击打更多，但论实战能力和经验，陈克夫更胜一筹，知道该如何控制节奏和保持呼吸，在步伐移动上占据明显优势，在挨了好几下重击后依然能够不慌乱，保持身体放松和平衡。反观吴公仪被风筝了几下，然后又挨了几拳，就完全就方寸大乱，然后开始全身紧绷，对着空气进行乱舞，这是高度紧张的表现，也是缺乏实战经验的人去打架时常有的恐惧的表现。在这种状态下，他的体力会掉得很快。如果比赛继续下去，体力先耗尽的也必然是他。如果陈克夫能够学会护头，在顶住对方王八拳攻击后，使用这种连续一摇又一摇的方法去进攻的话，这种比赛也必然能够拿下的。时隔70年后的今天，网友们都在嘲讽这2个人的王八拳，但其实这2个人的战斗力还是超过了普通人的。如果你从没练过，真的上去打出来会更加的难看，更加的荒唐。这2个人虽然打得不好，但还是能够做到完整的腰腿发力，2个人的下盘也牢固，腰胯也不松弛。但2个人总的来说呢，距离控制和精准攻击，可能他们这辈子都没打过手把，而且一直都是在打空气或者打木头、打墙之类的。其实直到20多年以前的中国和香港的电影里面的武林高手也都还是这么练的，这些传武大师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2个人都是看着对方的眼睛打架的，练了这么多年各种各样的东西，却竟然还不知道打架时眼睛到底该看哪里，这可真是够荒唐的。这场比赛有不能踢高脚这种荒唐的规定，也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武术的无知，以为踢腿就是所谓的危险技能。其实呢，以这2个人的体力、步伐还有协调性，他们远远没能达到在比赛中用得上腿的程度。中国古代的各种传武大师都不会护头，包括李小龙也是如此。其实不护头也有不护头的打法，但也不能整太夸张，不能真的就拿脸去接对手的攻击。武术只能从实战中领悟，不经历实战，所有的幻想都是虚假的，是没用的。武术、军事还有科研，这3种东西只有在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自欺欺人的环境下才能得到发展，而不是靠吹嘘和幻想。在同样的上世纪60年代，传武与拳击和泰拳的水平完全无法相比。那个时候的空手道和跆拳道其实也打不过泰拳，但他们认识到了自身不足后就努力改善，所以得到了进步。而另一方面，传武练习者也不应该被过分的贬低，只要别人不弄虚作假，有着刻苦努力追求自我提升的精神，其实就值得我们的尊重。擂台上的职业运动是技能专攻，传武练习者打不过其实也正常。毕竟比赛也确确实实也不是实战，所谓的实战呢，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习武的意义更多还是一种自我肉体和精神上同步的提升与进步，是一种人生追求。而中国武术既然被宣称是一种战斗技能，就应该在交手和模拟实战中进行研究和提升。其实在国外也有各种传武练习者，他们也经常进行实战演练来总结出战斗经验。我想就算他们打不过职业的 MMA 选手，也没有人会因此而嘲讽他们。